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凌晨下班必须顺手照顾居民，诚意这段路透把温柔人设推上热搜。内娱最会做生意的，从来不是品牌方，而是把一张凌晨下班图卖成温柔人设的人。诚意这回的操作，说穿了就是一场标准的情绪展示。人刚熬完大夜，衣服还带着一点工作痕迹，抬手一个虚，再比个睡觉姿势，粉丝立刻就能把这几秒钟剪成他连泪都舍不得让别人看见的金句素材。吃瓜群众看着觉得暖，饭圈看着直接上头，资本看着则是心里一盘算。这种画面转化率高的离谱，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很多人一看见温柔2个字就自动补全了真诚，一看见体贴2个字就默认了人品。可娱乐圈哪有那么多天然生长的真心？更多时候都是精密包装后的可传播瞬间，尤其是这种凌晨下班主动安抚粉丝、顺手照顾居民感受的桥段，最适合被剪成短视频，被写成通稿，被粉丝转成控评话术。连台词都不用后期补，动作本身就是最省钱的公关。你以为他是在跟粉丝互动，其实他是在给外界递一个信号，意思很简单：我不是那种靠耍大牌立住脸面的艺人，我是那种连被围观都要先替别人着想的人。这套逻辑在内娱太熟了，越是高强度曝光，越需要把细节包装成下意识的善意。因为观众早就看腻了硬邦邦的官方说辞，反而更吃这种无意间流出来的温柔。一旦这种叙事被喂熟了，后面只要再来几张类似的路透，牌坊就算立稳了。而粉丝为什么会吃这一套？因为饭圈的情绪消费本来就是靠被照顾感续命的。追星这件事说白了不是在看人演戏，是在买一种被回应的幻觉。你熬夜守着他下班，他抬手示意你早点回家，你就会觉得自己不是被消费，而是被珍惜。这种错觉一旦成立，粉丝的忠诚度就会被无限拉高。谁要是再说一句他不好，等于直接碰了对方的精神代餐。别小看这个虚的手势，娱乐圈里最值钱的，从来不是一个人会不会笑，而是他会不会在恰当的时候给出恰当的情绪按钮。业内管这个叫可切片性，意思就是你随手拍到的一个镜头，能不能立刻拆成一张图、一段视频、一条热搜、10条粉黑大战的引线。诚意这波之所以能被捧，是因为他的动作太适合被2次加工了，既没有攻击性，也没有距离感，还顺手把我很累但我还顾着你们的戏演定死了。更妙的是，他不是单纯对粉丝释放善意，而是把周边居民也拉进了这个叙事里。意思是我不是只会宠自己人，我连别人会不会被吵到都想到了。这一下就把温柔人设从对粉丝好升级成了对所有人都好，层次一下就立起来了。饭圈最喜欢这种升级版剧情，因为它不只是让人想哭，还让人想截图去堵别人的嘴，仿佛只要拿出这一幕，就能证明他们追的不是偶像，是一块洁白无瑕的道德牌匾。可娱乐圈最擅长的就是把可控场景伪装成真实流露，凌晨下班，门口等候，驻足回应，这些元素一拼，天然就像一条可供传播的样板间，既能抚慰粉丝，又能消解疲态，还能顺手给路人喂一点他好像真的很累但还是很有礼貌的观感。问题是，这种观感一旦稳定下来，后面只要稍微有一点反差，舆论就会立刻翻脸。因为所有人默认你已经拿到了温柔的入场券，那你就最好永远别崩。说白了，饭圈现在最爱追的不是作品，而是情绪稳定器。偶像有没有作品能力，很多人嘴上说重要，真正掏钱的时候却更看重谁更会维护自己的精神秩序。诚意这类安静、克制、礼貌、
会照顾人的形象，正好踩在了这个审美点上，不抢戏，不炸场，不制造失控风险，给人的感觉像一块经过反复打磨的玉。越是疲惫的市场越喜欢这种东西，因为它看起来可靠，看起来没那么多幺蛾子。但越是这种没幺蛾子的人设，越说明背后有人在替你把幺蛾子提前处理掉。粉丝看到的是他0点还在拍戏，是他出门还会提醒别人小声点，没看到的是，这种画面为什么总能在最容易被传播的时候出现？为什么每次都精准落在下班等候、互动这些最容易引发好感的节点上？娱乐工业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儿，它不需要你说谎，它只需要把真相挑选性摆出来，剩下的让观众自己脑补。内娱这种操作和热搜买卖、通稿投放、路透控场本质上是一回事。先把一个人包装成某种情绪载体，再让各路账号去不断复读，最后让普通观众误以为自己看到的是自然发生，其实那只是被筛选过的自然。像超市里摆得整整齐齐的果篮，看着新鲜，背后可能早就分过级、过筛、补过光，连你感受到的温度都是提前标好价格的。粉丝最容易被这种细节拿捏，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可以投射的对象，尤其是长期熬夜、长期陪伴、长期控评的人群，最怕的就是自己的一腔热血没有落点。所以只要偶像回一个动作，哪怕只是抬手示意安静，都会被他们解读成他懂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对方懂的不是你，而是这套关系怎么维持最省力，怎么让你继续愿意花时间、花钱、花情绪，甚至花尊严去替他守住人设。这就像某些选秀时代的顶流逻辑，舞台未必真有多能打，数据却能先飞起来。饭圈未必真关心作品，先关心的是谁更会给自己提供我没粉错人的证据。前些年一堆明星靠机场图、夜戏图、探班图把自己做成敬业模板，结果一旦翻车，曾经那些剪辑的天花乱坠的温柔片段，立马变成网友嘴里的笑料。原来所谓人设稳定，很多时候只是因为爆雷还没来。再往前看，娱乐圈这种用细节打感情牌的戏码，早就不是新鲜事了。早年某些偶像靠一句“我会努力”能收割大批眼泪，后来也有人靠“我只想安安静静做作品”把自己包装得像苦行僧，结果真到关键时刻，照样能看出谁是在演给镜头，谁是在演给金主，谁是在演给自己那点体面。观众吃了这么多年瓜，早就明白一个道理，越是把人味说得很满的人，越得防着他把人味做成营销素材。诚意这次的画面为什么容易出圈？原因就在于它满足了内娱最稀缺的3样东西。第一是忙，忙就显得值钱；第二是克制，克制就显得高级；第三是照顾他人，照顾他人就显得有德性。这3样一叠，几乎等于一套完美的公众叙事模板。尤其适合现在这种审美疲劳的环境，大家看多了大开大合的表演，就开始迷恋安静的东西，仿佛谁更不吵，谁就更接近真诚。可真诚从来不是靠镜头前的几个动作证明的，真诚是长期的，是反复的，是很多细节累积出来的，不是你今天会做一个虚的手势，明天会比一个睡觉姿势，就能自动兑换成品德信用。内娱最喜欢把短时反应包装成长期品质，因为这样最省钱，也最不容易被证伪。毕竟拍个几秒钟很容易，拍一个人私底下到底怎么对团队，怎么对合作方，怎么对普通工作人员，那才是真正见血的地方。所以看这种新闻，千万别只盯着他好温柔4个字，发花痴的往前多想半步。为什么一个夜戏下班的瞬间会被如此精确的放大？为什么粉丝的等待、居民的安静、艺人的体贴，
会在一条内容里形成如此顺滑的闭环，这不是偶然。这是娱乐工业最喜欢的叙事模型，既能做人设，又能稳粉圈，还能给路人留下一个这人看着挺不错的前层印象，三方通吃，谁看了都不亏，除了真以为自己在看自然流露的人。更讽刺的是，粉丝往往把这种场景当成珍宝，平台一转发，评论区就开始排队夸细节见人品，夸完又去催别人也学学，仿佛娱乐圈所有人都该照着这个模板活。可他们忘了，真正让这种画面有杀伤力的，不是动作本身，而是背后那个高度被设计过的可爱、可靠、懂分寸叙事。一旦这个叙事被市场认领，其他所有粗糙的、直接的、没修饰的表达，都会显得不够体面，不够会做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艺人一旦被贴上温柔标签，就很难再轻易改写公众认知。因为观众接受的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套情绪解决方案，它能让你安心，它能让你代入，它能让你在深夜刷到的时候觉得自己没白等。可一旦这种安心感被重复消耗，最后也会变成一种审美疲劳。今天你觉得他温柔，明天你觉得所有人都在学他温柔，后天你就开始怀疑，这到底是真温柔，还是大家都已经学会了怎么演温柔？再读一点说，饭圈很多人不是在追星，是在替自己的生活找糖，工作累了，感情空了，现实里没人哄，于是就把希望塞进一个明星的眼神里，一个动作里，一个下意识的手势里。诚意这类画面之所以容易让人上头，是因为它刚好给了这种空缺一个出口，但出口不等于真相，安慰也不等于诚实。很多时候你以为自己在看一个人，实际上你是在看一套被市场熟练掌握的情绪投喂。当年多少人也是这么被喂进去的。某些明星一开始靠努力低调不争不抢立住口碑，粉丝恨不得把每一句采访都抠成圣旨，后来真遇到争议，大家才发现，所谓低调未必是品格，也可能只是暂时没有轮到你上桌；所谓礼貌也未必是真心，也可能只是职业训练的一部分。娱乐圈这地方最不缺的就是会演，最缺的反而是不用演就能站得住的人。所以这件事的真正看点，不在于诚意到底多温柔，而在于这种温柔为什么如此适合被传播，为什么它总能精准击中饭圈和路人最软的地方，为什么一个凌晨下班的动作就能被解读成人品好，这背后其实是一整套内娱共识。观众想要被安抚，粉丝想要被证明，团队想要被转发，平台想要有热度，四方合力之下，一个简单的虚就能被放大成一场情绪盛宴。而娱乐圈最会骗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从来不直接卖谎言，他卖的是你愿意相信的版本。诚意这次恰好给了所有人一个可以投射的窗口，粉丝把它当温柔，路人把它当礼貌，团队把它当宣传，平台把它当流量，四个角色各取所需，只有真正清醒的人会看见。那根抵在唇边的手指，像是在提醒大家小声点，也像是在提醒所有人，别把镜头前那点体贴误认成了生活里的全部。说到底，内娱最擅长的就是把普通人都会有的基本分寸包装成稀缺美德，再用饭圈的放大镜把它供上神坛。今天是凌晨下班必须，明天是弯腰捡东西，后天是给工作人员递水，只要镜头给的足，故事就能一直讲下去。可观众也别太感动，毕竟这年头最不值钱的就是一时的漂亮动作，最值钱的从来是经得起反复审视的底色。如果这类画面真有那么多意义，那娱乐圈也不会一次次靠类似的小温柔去修补自己千疮百孔的口碑了。越是满屏的细节，越说明大家早就知道，单靠作品说话太慢，
单靠实力站稳太难，倒不如先把情绪做足，把好感堆满，把他真好这3个字先定进观众脑子里。至于后面还能不能扛得住，那就看谁先翻脸，谁先拆台，谁先把这张赛博牌坊推倒。所以别急着夸，也别急着骂，娱乐圈这种东西，最怕的不是黑，最怕的是你把营销当本性，把包装当真相，把一个凌晨下班的温柔手势当成了一个人全部的人格说明书。等哪天风向变了，你就会发现，原来大家争的从来不是谁更善良，争的只是这块牌子最后能卖多少钱，能撑多久，能骗过多少还愿意相信偶像会照顾你的人。